今天和大家分享26个富人不会告诉你的道理。一条件允许，一定要雇个保姆，富人都明白这个秘密。富人为什么愿意雇保姆？因为他们深知时间的宝贵。很多普通人觉得自己能做的事，为什么要花钱请别人做呢？但实际上，富人最清楚一个真理，时间比金钱更值钱。保姆的存在不仅解放了他们的时间，还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专注于创造财富。许多人可能会质疑，自己家里没什么要紧的事，为什么还需要保姆呢？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忽视了生活中的琐事，比如打扫、煮饭、照顾孩子，这些事看似简单，却会逐渐耗尽我们的精力。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学习新的技能，思考商业策略，或是扩展人脉。富人早已看透这一点，他们宁愿花钱雇人来换取更多的自由时间。二，不和漂亮女人一起合伙做生意。为什么说不要和漂亮女人合伙做生意？这句话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交学与心理学道理。漂亮女人的吸引力不仅会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还可能让你的合伙人对你们的合作产生误解。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商业决策中，情感因素往往会干扰理性的判断。富人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不仅仅在于他们具备良好的商业眼光，还在于他们能够保持清晰的头脑，不被外界干扰。与漂亮女人合伙，可能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判断力，甚至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。三，改变命运的法宝：送礼、听话、感恩、分钱、同流合污。送礼、听话、感恩、分钱和同流合污，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，其实蕴含了人际关系中的深层次规则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送礼不仅仅是形式，而是一种表达感情、巩固关系的方式。听话并不意味着没有主见，而是要学会在合适的场合选择妥协，赢得他人的信任。感恩则是一种处世哲学，懂得感恩的人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贵人相助。分钱是一种资源共享的策略，富人明白独享的财富并不稳固，只有与人分享才能让利益最大化。而同流合污则是一种生存技巧，富人深知想要在复杂的社会中生存，有时必须学会适应环境，甚至在必要时与不喜欢的人合作。四，送礼不经过第三个人的手。直接送礼是因为人情往往最怕中间环节太多，礼物越多次转交，越容易失去原本的意义。富人深知这一点，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讲究效率与效果。礼物直接到达对方手中，不仅能传递出你的真诚，还能让对方更感受到你对这段关系的重视。反之，如果通过第三方转送，很可能会让这份情谊打了折扣，甚至被误解为不够重视。五，缺钱不要表现出来，不然别人就会动歪念。富人从不轻易透露自己的财务状况，特别是当他们资金紧张时。这是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，暴露自己的弱点往往会引来别人的攻击或是利用。即使是生活中的朋友，如果察觉到你急需用钱，很可能会借此机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，甚至想从中牟利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因此，富人宁可表面风光，也不会让人知道他们的实际财务状况，以免被人利用。六，永远不要让身边的任何人知道你在靠啥赚钱，赚了多少钱。为什么富人总是保持神秘？这是因为财富的来源往往是他们最核心的竞争优势。普通人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收入和赚钱的途径，但富人却深知，一旦把自己的赚钱方法透露出去，竞争者很快就会模仿，甚至超越他们。保持低调，
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来源，也是为了避免引起他人的嫉妒和不必要的麻烦。7. 有钱人家的老公最好不要经常去幼儿园接送孩子。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，其实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学道理。富人家的老公经常去接送孩子，可能会让人误以为他不忙，没有事业心，甚至会影响他在外界的形象。一个成功的男人往往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，但在外界看来，太过于参与家庭事务，可能会让他显得不够成功。因此，富人往往会谨慎处理这些琐事，确保外界对他的认知保持在一个事业成功的高度。8. 真正能发大财的人，他一定就是偏财。偏财和正财的区别，很多人并不明白。正财是你辛苦劳动所得，而偏财则是你通过意外、投机或是一些不常规的途径获得的财富。真正的富人往往并不是靠每天的工作赚大钱，而是靠一些看似偶然的机会抓住了瞬间的机遇。偏财往往带有一定的风险，但富人深谙其中的规律，他们懂得如何在风险中寻找机会，最终赢得巨额财富。9. 说点好话可以搞定 50% 的人，送点东西可以搞定 70% 的人。说给人面子的话，再送点别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搞定 90% 的人。在人际交往中，富人深知如何用语言和行为来赢得他人的好感。语言的力量不可小觑，尤其是在商业谈判中，说一些让对方高兴的话，往往能让事情进展顺利。而如果再加上一些实质性的礼物，效果更是事半功倍。面子文化在很多地方都非常重要，懂得给别人留面子的人，往往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。使亲戚来访怎么接待？穷亲戚去外面高档餐厅吃饭，富亲戚亲自下厨做饭。待客之道，富人有一套自己的标准。穷亲戚需要用高档餐厅来显示你的实力，而富亲戚则需要用亲自下厨来显示你的诚意。富人懂得在人际交往中如何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。对于经济实力不如自己的人，富人往往会通过奢华的招待来彰显自己的地位，而对于经济实力强于自己的人，富人则会选择一种更为温馨、亲切的方式来拉近关系。11. 和穷人混就是无效社交，虽难听但是真实。我们生活中常常听到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这句话，意思是你和谁交往就会受他们的影响。富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，他们非常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社交圈。和穷人混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从现实角度来看，这是一种无效社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穷人往往因为缺乏资源和机会，长期处于生活的底层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与富人截然不同。穷人思考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而富人则考虑的是如何规划未来，如何增加财富和人脉。如果你总是和一群只会抱怨生活艰难的人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你的思维方式也会受到影响，你会开始觉得生活充满了不公和困难，而不会再去思考如何突破现状。富人懂得将自己置身于能够提升自己圈子的人当中，他们相信，只有与那些有远大目标、有资源的人在一起，才能更快地提升自己，获得更多的机会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，一个年轻的企业家在事业起步时，常常参加一些免费的社交聚会，认识了一些朋友。这些朋友大多和他一样，都是刚起步的创业者，他们每天聚在一起讨论如何省钱，如何降低成本，却很少谈论如何创新和扩展市场。几年过去了，这个年轻人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突破，公司的发展停滞不前。后来他偶然参加了一场高级商业论坛，结识了一些成功的企业家，这些人教会了他如何跳出省钱的思维，转而去追求更大的利润和市场。从那时起，他才真正开始进入财富积累的快速道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社交圈子的质量往往决定了你未来能达到的高度。12. 富人只要不乱来，一辈子都是富人。
穷人如果不乱来，一辈子都是穷人。这条道理背后隐藏的是富人和穷人在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。富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保持清晰的目标感，不会轻易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正因为如此，富人能够保持他们的财富，甚至世代相传。而穷人却往往被眼前的诱惑所吸引，做出一些短视的决定，结果导致一辈子都难以摆脱困境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穷人即使在偶尔获得一笔意外之财后，依然无法长久维持他们的财富？这是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没有改变。相反，富人在面对财富时更加谨慎，他们懂得如何通过投资和资产配置，确保财富的稳步增长，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而破坏整体规划。有一个常见的现象，当穷人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时，他们往往会立刻想到如何花掉这笔钱，而不是如何让这笔钱产生更多的价值。相反，富人在获得一笔财富时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这笔钱进行合理的配置，避免风险，确保未来的长期收益。这就是为什么富人能够世代富有，而穷人却难以摆脱困境的原因。13. 虽然少妇诱人，但千万要远离，以免惹来麻烦。在富人的圈子里，有一句话，不要让情感影响你的判断。富人往往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，不会轻易陷入感情的陷阱，尤其是在面对少妇的诱惑时。他们深知情感上的麻烦往往是财富的杀手，一旦陷入其中，不仅可能失去财富，甚至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。富人对于感情问题的处理，往往比普通人更加理性和谨慎。他们懂得如何划清情感与事业的界限，不会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。尤其是在商业合作中，富人更懂得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，避免因为情感问题而导致合作失败。有一个富商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。这个富商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少妇，尽管这位少妇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好感，但他始终保持着理智，拒绝了他的多次邀请。后来，这位少妇卷入了一场巨大的商业丑闻，而那位富商因为没有与他有过多的牵扯，得以全身而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情感上的诱惑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人来说，更应该保持警惕。14. 结识成功人士，远离不进步的人，和爱搞钱的人交朋友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这句古老的道理在富人的世界中尤为适用。富人深知，要想保持自己的财富和地位，必须时刻与那些比自己更成功、更有资源的人交往，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智慧。同时，他们也会避免与那些没有上进心、不思进取的人交往，因为这些人只会拖累他们，消耗他们的时间和精力。成功的人往往拥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，他们善于抓住机会，勇于冒险，但又懂得如何控制风险。而那些不进步的人往往只会抱怨生活中的不公，却从不尝试改变自己。与这样的人交往，富人很清楚，这样的关系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无意义的消耗中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最重要的人脉关系，往往是那些能帮助你提升自己、获得更多资源的人。他们懂得如何在社交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彼此互相扶持，共同进步。而那些只知道抱怨、不思进取的人，早已被他们排除在社交圈之外。15. 想认识一个人，就请他帮一个能轻松完成的小忙，你就有理由请他吃饭。富人深谙人际关系的艺术，他们懂得如何通过巧妙的小举动来拉近与他人的距离。请人帮忙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，但关键在于你请对方做的事必须是对方轻松能够完成的，这样不仅不会给对方增加负担，还能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信任。有时候，一个简单的小忙就能成为拉近两个人距离的桥梁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
很多重要的人脉关系都是从一次小小的帮助开始的。通过请对方帮忙，你给了他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，而通过这次互动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逐渐升温。这之后，请他吃一顿饭，不仅是表达感谢，更是为接下来的进一步交往铺平道路。吃饭时，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背景、兴趣和需求，找到更多的共同点，从而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。16. 送礼时，宁愿花1000元买支口红，也不要花1000元买个手机。只有性价比越低的礼物，别人越觉得珍贵。富人送礼讲究的不是礼物的价值，而是礼物的心意和背后的含义。送口红这样的小礼物，虽然价格不高，但却能显示出你对对方的了解和用心。相反，送一个手机这样的高价礼物，虽然看似贵重，却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在炫耀财富，反而会让对方感到压力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送礼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但关键在于如何送得恰到好处。礼物的价值并不在于价格，而在于它是否能够打动对方的心。如果你能选对礼物，即使价格不高，也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和用心，从而为你们的关系加分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商人为了感谢一位帮助过他的客户，特意准备了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，一支高档品牌的口红。虽然这只是一支口红，但客户非常感动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仅了解他的需求，还在细节上做到了极致。后来，这位客户主动提出了更多的合作机会，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一支小小的口红。17. 一个男人太重感情，反而成不了事。凡上位者，皆已过情关，若情关未过，恐万事不复；若情关已过，则百毒不侵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情感往往是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，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男人而言。太过重视感情，容易让人陷入情感的漩涡，无法理性思考和做出决策。情感带来的困扰，可能会让一个原本有着无限潜力的男人逐渐失去斗志，最终止步不前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他们深知情感是最难以掌控的东西。如果不能过好情关，意味着你在关键时刻容易被情感左右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那些真正上位的成功人士，往往经历了复杂的情感纠葛，但他们能够清晰地划分情感与事业的界限。对他们来说，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，情感上的牵绊只能放在一旁。只有那些能够真正放下情感纠葛的人，才能够在事业上全力以赴，不受干扰。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在事业刚起步时，深陷于一段感情中。这段感情让他常常分心，无法集中精力在工作上，最终导致公司的发展停滞不前。后来，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事业和感情之间做出选择，于是果断结束了这段关系，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正是因为他走过了这道情关，才得以在后来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情感固然重要，但对于那些志在高远的人来说，情感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他们能走多远。18. 真正能扛住大财的人，往往很薄情。许多人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往往因情感与财富的纠葛，最终情财两失。这就是自身承载能力不足的表现。所以，不过情关，莫谈富贵。能扛住大财的人，往往很薄情。为什么说富人往往薄情？因为他们深知情感与财富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。财富越多，责任和压力也随之增加，而情感的纠缠往往会让人分心，甚至让人失去对财富的掌控力。那些真正能够承载大财的人，往往懂得在情感与财富之间找到平衡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们选择对情感保持距离，以确保自己能够专注于财富的管理和增值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情感不是不能有，但绝不能成为主导人生的力量。太过重情感的人，往往在面临财富的诱惑和挑战时，容易失去理智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
相反，那些看似薄情的人，能够冷静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，不会因为情感的变化而影响他们的事业和财富管理。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他在事业的巅峰期面临着一段重要的情感纠纷。这段纠纷让他一度陷入低谷，甚至影响到了公司的运营。但最终，他做出了一个看似冷酷的决定，彻底切断情感上的纠缠，专注于事业。这一决定虽然让他失去了一些人际关系，但却让他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财富与事业，最终走向了更大的成功。19. 穷人都想嫁有钱人，而有钱人在找有钱对手。穷人往往有一个误区，他们总以为嫁给有钱人就能改变命运，过上富裕的生活。然而，富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择偶标准。他们并不只看重外貌或情感，更多的是看对方是否能够成为他们的盟友或者对手。在富人眼中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合作。有钱人并不愿意与一个完全依赖自己的人结婚，因为他们深知这样的婚姻关系无法长久。一个没有能力、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伴侣，只会成为他们的负担。因此，富人在寻找伴侣时，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与自己并肩作战，甚至能在某些方面挑战自己的人。这样的伴侣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，还能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乐趣和满足感。有一个富豪曾经这样说：我不需要一个美丽的花瓶，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与我并肩作战的伙伴。这句话道出了富人择偶的真谛。他们寻找的是一个能够与自己共同成长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能依赖自己、等待救赎的人。因此，那些以为嫁入豪门就能从此无忧的人，往往最后只能失望而归。20. 要想挣钱，就必须瞄准女人。女人的衣服、饰品、包包样样多，好赚钱。因为男人赚钱，女人花钱。在商业世界中，富人深知一个不变的真理：女人的钱最好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女人在消费市场中占据着极大的份额，她们不仅为自己花钱，还为家庭、孩子、朋友花钱。女人的消费习惯往往更加感性，她们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，甚至超出预算。因此，富人往往会瞄准女性市场，推出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，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。在时尚界、化妆品行业、奢侈品市场，女性消费者一直是推动行业发展的主力军。富人深知这一点，他们会专注于设计和营销女性喜欢的产品，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而那些忽视女性市场的商人，往往会错失许多宝贵的机会。有一家奢侈品牌通过对女性消费者的深入研究，设计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高档包包。这些包包不仅外观时尚，还具备极高的实用性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女性消费者的热捧，销量一路飙升。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女性的消费心理，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。21. 有钱人为了赚钱，从不在乎什么面子。很多穷人太要面子，明知是赚钱的机会，也因为放不下自己的面子，显得犹豫不决。要面子是许多人在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障碍，尤其是对于那些穷人来说。很多时候，机会明明就在眼前，却因为害怕失去面子，害怕被人嘲笑而错失良机。而富人则完全不同，他们从不在乎所谓的面子问题，因为他们知道面子是最虚无的东西，赚到钱才是实实在在的。有一句话叫做先有里子，才有面子，富人深谙其中的道理。他们明白，只有当自己真正拥有了财富，面子自然会随之而来。而那些总是把面子放在首位的人，往往为了面子而牺牲了实实在在的机会，最终只能空手而归。一个穷人曾经有机会参与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，但他却因为担心这个项目太小气，会让别人看不起他，于是选择了放弃。结果，这个项目后来大获成功，
而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从自己手中溜走。相反，另一个富人在看到这个项目时，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，尽管一开始并不光鲜亮丽，但他知道，只要项目成功，最终的面子自然会有。这正是富人和穷人在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。22人与人的关系本质只是利益交换，最牢固的人脉关系是金钱关系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的交换。很多人可能不愿承认这一点，觉得人际关系应该建立在情感和信任的基础上。但富人深知，真正牢固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金钱和利益的基础上。利益交换并不是一种负面的行为，事实上，它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人际交往方式。在富人的圈子里，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彼此需要什么，也乐于通过利益的交换来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。这样的关系往往更加稳定，因为彼此的需求和目标都是明确的。有一个商人，他在与一个合作伙伴交往多年后，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淡薄，反而越来越紧密。这是因为他们的合作始终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，双方都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。正是这种基于利益的关系，让他们的合作持续了几十年，成为彼此事业上的坚实后盾。23想把事情做成，需要上下打点。而需要打点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对你的事情有帮助的，你想要把事情办成，这些人缺一不可。还有一种是对你这事会使坏捣乱的，这些人未必对你的事情有帮助，但想坏你事，哪怕有一个都够你受的。在复杂的社会中，富人深知，想要把事情做成，单靠自己的努力远远不够，还需要通过人际关系的打点，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够顺利进行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需要打点的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那些能够帮助你的人，另一类则是那些可能会阻碍你的人。那些对你的事情有帮助的人，往往是关键的资源，他们掌握着你无法掌控的力量。富人会通过各种方式赢得这些人的支持，确保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帮助。而对于那些可能会捣乱的人，富人则会采取不同的策略，或是通过妥协，或是通过利益交换来化解他们的阻力，确保事情能够顺利推进。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在进行一项重大项目时遇到了很多阻力，为了确保项目能够顺利推进，他不仅要拉拢那些关键的合作伙伴，还需要妥善处理那些潜在的麻烦制造者。最终，通过一系列的打点和协调，项目得以顺利完成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对于人际关系的精准把控。24，不要轻易去帮别人。往大了说，别人的事是他的因果，你去帮等于替人受业。往小了说，你以为自己是结个善缘，但别人却觉得你在故意施舍他。就算你现在不说什么，将来呢？他会不会突然觉得你帮他是对他的另一种羞辱，反而对你仇视？所以说，不到对方万万不得已，且对方主动向你开口，那就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富人对于帮助他人，往往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帮助别人，而是因为他们深知帮助他人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，但实际上可能对方并不领情，甚至认为你是在施舍他，久而久之，这种帮助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，甚至引发对方的敌意。富人深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因果，轻易去插手别人的事情，可能会打乱对方的节奏，甚至让他们在未来感到困扰。相反，富人更愿意通过一些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和帮助别人，而不是直接插手别人的事务。有一个富豪朋友，他曾经在朋友的事业遇到困难时，主动伸出援手，帮助他度过了难关。起初，这位朋友非常感激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觉得这份帮助是一种施舍，甚至开始对富豪心生怨恨，认为他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。最终，这段友谊因此而破裂。这件事让富豪明白，
帮助别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很多时候，帮助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情感和误解。25. 什么叫人情世故？别人说谎，你知道他在说谎，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在说谎，但你不但不拆穿他，反而陪着他，哈哈哈。心中明镜一般，但面上配合着演戏，这就叫人情世故。富人深谙人情世故，他们知道，很多时候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交场合中巧妙地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。拆穿别人并不能让你显得聪明，反而会让你陷入尴尬和不必要的冲突中。而富人则懂得如何在这种场合中游刃有余，表面上配合着演戏，心中却始终保持清醒。在人际交往中，富人明白，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心知肚明地演戏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关系。真正的聪明人，不是那些总是急于揭穿真相的人，而是那些懂得在合适的场合中保持沉默、顺水推舟的人。有一次，一个商人在与一位重要客户洽谈时，客户说了一些显然是虚假的话，但商人并没有当场揭穿他，而是顺着客户的话继续往下谈，最终达成了合作。如果他当时选择拆穿客户的谎言，可能会让谈判陷入僵局，甚至导致合作的失败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演戏并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智慧。26. 关系都是假象，利益才是真相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在明面上讲道德，在私底下讲利益。伤你利益的人都是敌人，享受你利益的人都是朋友。富人从不把关系看得太过重要，他们清楚地知道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只是一种表象，真正的核心是利益的交换。无论在商业场合还是私人关系中，利益始终是推动一切的核心动力。那些表面上与你保持友好关系的人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从你身上得到了好处。相反，那些表面上与你敌对的人，往往是因为你的利益触碰到了他们的底线。因此，富人并不会过分关注人际关系的表象，而是更加关注利益的平衡和分配。有一个故事，一位商人与他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密切，表面上看似非常和谐。然而，当商人发现他的利益被合作伙伴侵占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切断了这段关系，并采取了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。虽然这段合作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成功，但实际上利益的冲突早已埋下了裂痕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关系的本质是利益，一旦利益失衡，关系也将不复存在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